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明朝时期，在山西凤阳县有一个男子叫做徐才旺，本身平平无奇，但他所经历的一桩奇事却是匪夷所思，让人津津乐道。徐才旺是个孤儿，爹娘死得早，靠砍柴下苦力为生。有一天，他像往常一样挑着柴火去镇上售卖，看到一群人看热闹，便也凑了上去。徐才旺以为有人在耍杂技，却看到一个老者正在卖着一堆木头，这些木头有龙形、虎形、貔貅各种形状，很是漂亮。徐才旺砍柴时经常遇到这些树根，本以为不值钱，可没想到价格奇高无比。这一下让徐才旺两眼放光，心思活络了起来。他虽然出身不好，但是爱动脑子，平日砍柴他就比别人做得更好，哪家喜欢哪种柴火，他都早早分门别类地整理好，因此他的柴火回头客颇多。今天知道原来平日里见到的这些树根修饰一番能卖好价钱，他自然是不想放过，耐心地看了起来，一边观察这些根雕的材质刀法，一边学着人家的售卖技巧。看许才旺看明白后，顾不得休息，就将家里柴房那些陈年老木头拿出来倒腾研究。没过几天，还真让他做出来了一点东西，虽然略显粗糙，但也顺利被人买走。徐才旺第一次感受到了手艺赚钱的痛快，更加坚定了他想要根雕的决心。从这天起，更加刻苦地钻研，东西越做越好，很快便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。有了钱，徐才旺便不再满足于在这村子雕刻，收拾好行囊便去了县城开店做生意。但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徐才旺一个外来户，突然来到城里想要分一杯羹，自然会被有心人盯上。城里有一家店铺叫做文来轩，主要就是售卖盆景文玩。现任掌柜李四平为人很是霸道，听说就是在城里得罪了人才回到了这里经商。徐才旺一来，李四平就盯上了他，看着他因为物美价廉，生意越来越火爆，瞬间就来了火气，对着身边的下人王武道：“你去一趟，给他明说，此镇的文玩生意我李家就是天，让他尽快走人，不然别怪我心狠。”王武纠结道：“要不算了吧，老爷，您忘了上次我们那事了吗？少给我提上次，这口气我迟早要还回去，赶紧去。”李四平怒道。王武去的时候，徐才旺正在开心地数钱，听完王武的话后也来了火气。他孤儿长大，哪里是个能忍气吞声的主，怒道：“哼，你李家如此跋扈，还有没有王法？我就是要让利于民卖的便宜，就不想和你们一样当黑心商人。”王武听到这里气得直跺脚，警告徐才旺让他不要后悔。很快麻烦就来了，第二天就有人上门闹事，说他的东西风水不好，买走后家里不是死了爹就是走了娘。最让人不解的是，顾客只要在他这买了东西，家里便会遭贼，报了官也是不了了之。一个新开的店屡次三番出问题，这谁还敢去买？一来二去也就无人问津。徐才旺看着门可罗雀的店铺很来火，这店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，也费尽了他的心血，如今却要这样惨淡收场，着实让他不甘心。想了想，便要去找李四平讨说法。什么？他徐才旺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还找我要说法？我看他这是活腻了。李四气愤地道：“你这样，安排几个人给我打他个半死，顺便告诉他，以后这临安县我看见他一次打他一次，不允许他再踏进半步。”李四平阴沉道。徐才旺此时还在李家大门口等着，本以为李四平会很快来见他，不曾想却是冲出来几个人，对着他就是一顿拳打脚踢，双拳难敌四手。徐才旺不一会儿就满身是血，瘫倒在地，
随着下人恶狠狠地放话，他才明白了原因，欺人太甚。徐才旺死死地咬住牙不吭声，心里默默发誓，一定要混出名堂，这口气他迟早要还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当徐才旺醒过来时，只觉得浑身酸痛，自己被扔在了一个臭水沟旁，身上的衣物也是污秽不堪。徐才旺忍着疼擦了擦脸上的血痂，深一脚浅一脚地朝长安城走去，那里地方大，机会多，他去了那里才可能东山再起，回来报仇。一路兜兜转转，半个月后，徐才旺才是来到了长安城。本身是没有这么慢的，但他路上出于心善救了一个老爷子，便耽误了几天时间。这老爷子颇为有趣，明明不缺钱，却还喜欢在那荒郊野岭风餐露宿。徐才旺安排好住处，第二天一早就兴奋地原路返回。他藏的几个上好树根还在城外，今天就是想去拿回来。正扛着树根大步流星地走着，身后传来叫喊声。徐才旺连忙转头，原来是一个失控的马车横冲直撞地向他这边冲来，马车里惊叫连连，身后几个慌乱追赶的丫鬟大喊大叫的，想让人帮忙给阻拦一下，但这来势汹汹的马车谁敢阻拦？眼前的烈马双眼猩红，一看就是已经发了疯，路边的行人躲闪还来不及，谁也不敢有片刻停留。徐才旺看到这眉头一皱，他双腿弯曲，拿下肩上的木根，等到马匹越来越近，他双手抡圆对着马前蹄就是一下，只听一声嘶鸣传来，马匹吃痛之下摔倒在地，身后的轿子也是戛然而止。徐才旺看到这，眼中金光一闪，一把紧紧地拉住马匹嘴上的缰绳不放，一人一马较上了劲。还好旁边的行人看到后连忙过来帮忙，才是将这匹发疯的烈马绑了起来。很快后边的丫鬟们赶了上来，从轿里搀出一个脸色煞白的女子。呜呜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丫鬟们着急道。女子面色煞白地看着徐才旺道，我没事，多亏这位公子搭救。徐才旺摆了摆手道，小事情，举手之劳罢了。说完就要走。公子且慢。女子呼道，姑娘还有什么事吗？女子指了指徐才旺的身上道，你的衣服破了也脏了，且和我一起回家，我重新给你换一套可好？徐才旺低头看了看，才发现自己刚才和疯马决力，竟然是将衣服都蹭破了。不过这衣服也不值钱，便笑道，哈哈，不值钱的，姑娘不必客气。哎呀！女子一声惊呼传来，原来是刚才惊吓中崴了脚，此时才发觉。徐才旺看着摇了摇头道，罢了，好人做到底，我送你回去吧。说完便上前搀起了女子，随着丫鬟一声到了，徐才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，万没想到女子所住之地竟然是如此的气派，门庭高大不说，竟然还是在内城，这里寸土寸金，想都能想到。徐才旺一时间不自在起来，他想了想，便就准备赶紧离开，免得被人说自己想要攀附权贵。可里面的人听到动静，却是呼啦啦走了出来，迎面一男一女，两个中年男女，看到面色苍白、行动不便的女子时，都是一脸担忧。丫鬟们连忙就给老爷子说明了事情的经过。老爷子听到这，转过身对着徐才旺再三感谢，原来这两人是女子的爹娘。徐才旺笑道，不必客气，那你们忙，我就先走了。老爷子却是一把拉住徐才旺，要留他吃饭，好好感谢。妇人也是极力挽留，说是必须好好感谢救命恩人。徐才旺想到自己确实好几天都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，便也就点点头答应了下来，跟着众人一起刚进院门，只见一个打扮艳丽的女子急奔而来。看这年岁，徐才旺还以为又是这老爷子的哪个女儿，不曾想竟然是小妾。呜呜，我的灵儿啊，你可吓死小娘了，你没事吧？女子焦急道。灵儿的娘看到这不屑地白了一眼小妾。老爷子道，行了，灵儿好着呢，
多亏了这位壮士，一会儿你好好感谢下人家。说完，带着众人就朝里走。徐才旺看到刚才那一幕，笑了笑，也就跟着前行。很快就来到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里，原来这就是吃饭的地方，只让徐才旺暗自咋舌，有钱的餐厅都这么大，着实让他开了眼。老爷子客气道：“我先让人带你去换洗，一会儿我们就在这吃饭。”徐才旺点了点头，就跟着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才穿着崭新的衣服来到了吃饭地方。灵儿小姐看着眼前干净阳刚的徐才旺，美目连连。席间，老爷子带头举杯，对徐才旺表示了感谢。徐才旺这时候才知道老爷子姓齐，在当地生意做得颇大。今天自己所救的是他女儿齐灵儿。徐才旺看着满桌的丰盛饭菜，也顾不得客气，吃的是酣畅淋漓。可没曾想，因为吃得太过急促，招惹的身旁小妾刘氏一顿嘲笑，让他闹了个大红脸。齐老爷赶紧打圆场说道：“哈哈，徐壮士你尽管吃，我这小妾开个玩笑，莫往心里去。”徐才旺笑了笑，表示不在意，随即道：“多谢齐老爷的招待。实不相瞒，在下最近遇到了点事情，所以吃相有些难看，老爷勿怪。”随后徐才旺就娓娓道来自己的遭遇。齐老爷听得连连摇头，他自己也是做生意的，对于生意场上的打压自然是熟悉至极。灵儿和他母亲也听得义愤填膺，一个人穷志不短的有志青年，千辛万苦奋斗有了起色，却被地头蛇打压欺辱到如此地步，这着实让人来气。你说你会跟雕？齐老爷突然道：“正是，我虽然不才，但对跟雕还是颇有研究的。”徐才旺不卑不亢地说道：“哈哈，正好，老夫最近要给一位朝中大臣过寿，正愁不知道送什么礼物，不如你就帮我做一副跟雕如何？如若做得好，我再出资帮你开店，你看如何？”老爷子笑呵呵道。徐才旺听到这大喜过望，有了齐老爷这后台，他还有什么做不了的？当即就饭也顾不得吃了，连忙答应了下来。他连夜就开始选材精雕细琢，他准备刻一个寿字。之前路上挖了这样一根木头，是个松柏盘根，本身就浑圆似寿，稍加打磨，绝对是鬼斧神工，毫无匠意。当他做好后，齐老爷子眼中金光大放。跟雕纹完他不是没有见过，但徐才旺的格外不同，这幅寿字人工痕迹恰到好处，徐才旺这明显野路子的雕法，竟然平白让此物有了3分自然之气，怎么看都是大成之作。第二天一早，老爷子就兴奋地搬过去祝寿献礼。果然，当他拿出礼物后，力压全场，深得这位大人物的喜欢，连呼老爷子有心，告诉他有事情随时开口。老爷子说话算数，紧锣密鼓的就给徐才旺找店铺。徐才旺开心等待之际也没有闲着，挑水、劈柴、喂马样样都干，看得老爷子点头不已。一转眼，徐才旺已经在这里待了半月有余，他这段时间也对齐家熟悉了起来。老爷子是做皮革生意起家的，只有灵儿这一个女儿，小妾刘氏是前不久刚纳进来的，目前并没有子嗣。徐才旺和灵儿最近也走得很近，但他知道自己和人身份悬殊有些大，便只好默默地将那一丝情意藏在了心底。但俗话说，千藏万藏，唯有感情难藏。徐才旺虽然和灵儿两人非常的克制，但眉目间的情意却是止不住的流转。齐老爷子也看到了，委婉地警告过自己女儿，让灵儿也有些焦急。他也知道徐才旺和自己身份有些悬殊，生怕爹爹赶走了他，那就彻底连面都见不上了。两人就这样每天纠结，心酸又甜蜜。又过去了好几天的时间。这天半夜，徐才旺在后院做着一个木雕，他雕的是一把簪子，是给灵儿的。他知道自己和灵儿之间并无可能，但是也想送点东西留个纪念。看着手中颇为精巧的木簪，
徐才旺点点头，便向后院走去。这会儿已经半夜，徐才旺这时候去其实有些不合适，但没办法，最近府里流言四起，他也不能光明正大的和灵儿见面，蹑手蹑脚的来到灵儿门口，敲了半天门，却无人应答。难道出去了？徐才旺嘀咕了几句，转身便准备走。刚转过身，徐才旺听到了一声女子呜咽声，只是仿佛被捂住了口鼻。徐才旺大惊，难不成里边有坏人？他来不及多想，便一脚踹开了房门，果然看到灵儿被五花大绑的扔在地上。怎么了，灵儿？徐才旺一惊，连忙就朝灵儿走去，却听砰的一声，两眼一黑，晕了过去。徐才旺是被人泼凉水浇醒的，睁开眼时就看到眼前脸色阴沉的老爷子和大夫人。此时的老爷子怒火中烧，他已经休息了。下人来匆忙告诉他，看到徐才旺偷跑进了小姐的房间。等他怒火冲冲地走进来，就看到了眼前的景象，实在是气急败坏。徐才旺一时还没摸清楚状况，忽然他想到了昏迷前的情形，连忙道：齐老爷，有人要绑架灵儿小姐。哟，你这撒谎还不带眨眼的，我看是你色急攻心，要绑架灵儿吧？小妾刘氏阴阳怪气的声音传来。徐才旺听到这愣了一下，连忙低头一看，愣在当场。只见灵儿面色绯红，衣衫不整地躺在床上，而她的衣物散落的到处都是。嗡！徐才旺脑子一阵空白，他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眼前的情况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齐老爷子看到这，脸色越发的深沉，怒道：哼，你为何会做出这猪狗不如的事儿？徐才旺刚准备说话，刘氏道：还能怎样？就是想攀附权贵，又生怕不成，便想生米煮成熟饭呗。我猜怕还给灵儿下药了。老爷，我早都说了，这小子没安好心，不然哪能那么巧？灵儿又是马车失控，又是他会跟雕，这肯定是早有预谋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齐老爷子听到这也是惊了一下，这么大动静，女儿竟然还没醒，难不成真的被下了药？想到这，连忙就喊来了大夫。不曾想灵儿还真被下了药，还是烈性药过了量，有醒不过来的风险。混账，枉我信任你，没想到你真是禽兽不如。齐老爷子气急败坏的就将徐才旺送去了官府。府衙听到是齐家长工侮辱小姐案，也很重视，连夜就升堂审讯了起来。看着上边威严的府衙大人，徐才旺垂头丧气地问什么答什么。府衙再三确认了他的名字和来龙去脉后，就将他关了起来，去将齐老爷请来，本官要和他商量一下对此人的处置问题。府衙眉头紧锁道。不一会儿，齐老爷来了，和府衙一番谈话后，便怒不可遏地叫骂起来，直呼必须将徐才旺碎尸万段。他们没看到的是，暗处正有一人阴笑着走开。此时的小妾正在一边收拾着细软，一边焦急地等待。哼，小贱人还真是福大命大，屡次三番都能逃过一劫，我看这次谁能救你？女儿还在昏迷状态，齐老爷子走了，大夫人就只好自己守在床前，看着女儿昏迷不醒，她止不住的就泪水连连，不知不觉睡着了过去。房间里只留下了母女俩绵长的呼吸声，吱呀一声，只见一个蒙面男子一步一步地走了进来。他看了看昏睡的灵儿，扛起来就走。不曾想他刚转身，门外竟然就呼啦啦冲出一群人，为首的正是齐老爷子。你不是在衙门吗？男子惊呼一声，见事情已经败露，连忙就想拿肩上的灵儿当人质。不曾想刚准备动手，却是身体忽然僵住，软软的瘫倒在地。哼，我倒要看看是那个恶徒想要栽赃陷害给我。徐才旺气呼呼的上前，就一把扯下了来人的面具。是你，是你！连续两声惊呼传来，竟然是徐才旺和齐老爷子同时出声。李四平，你不在你镇子上耀武扬威，
跑到这里绑架灵儿作甚？徐才旺惊呼道。他万万没想到眼前的人竟然是那个挤兑自己的李四平。哼，成王败寇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倒是你，齐老贼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李四平恶狠狠道。徐才旺听到这一愣，连忙转头看向了身后的老爷子。哎，我彻底明白了，看来我那小妾刘氏也和你是一伙儿的吧？齐老爷子恍然大悟，随着他的娓娓道来，大家才是明白了事情的经过。原来李四平当年灰溜溜地回到了镇上，就是齐老爷子将他赶了回去。当年的李四平也和徐才旺一样，年轻有闯劲，从一个镇子上混出名堂，便来到了长安城。他是做行脚商人起家，来到长安发现这里皮革生意很是紧俏，当下就盘下店面，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，走的也是薄利多销路线，很快就在长安扎下了根。而此时的齐老爷子已经在长安根深蒂固，见到一个外来人虎口夺食，自然是很不满，便也使用商人常用的手段进行打压。不曾想李四平和徐才旺一样是个愣头青，不管不顾就要死扛到底。齐老爷子一怒之下就派人去教训李四平，不曾想打手们失手下竟然将李四平女儿给致了残。老爷子听到这消息时也有些后悔，便拿着不菲的钱财想要去赔偿和解。李四平自然是不答应，他默默地抱起女儿，带着妻子就离开了这地方，但心中仇恨却是一天也没放下。这也就是他后来也学会跋扈欺负徐才旺的原因。徐才旺听到这里愕然不已，对李思平的火气都消了一半，叹冤冤相报何时了，那你为何要栽赃徐壮士呢？府衙听完后问出此话。哼，还不是这愣头青自找的。李四平愤愤不平地又说了起来。原来李四平早有布局，他半年前就安排了自己情人刘氏接近齐老爷子，顺利地进府为妾。本身想神不知鬼不觉地做掉他报仇，但那次他赶走李四平后，又想起了往事，想到自己那至今还无法下床的女儿，便不想轻易饶了齐掌柜，想让齐老爷子也体会一下失去女儿的滋味。所以上次让刘氏给马车做手脚，但机缘巧合下却被徐才旺给救了，这也就是小妾挤兑徐才旺的原因。李四平当时还在县城，听说有人救了灵儿一命，只当是巧合，也没多想，所以这几天专门来了长安，想自己动手。不曾想自己刚绑好灵儿，却是被送木簪的徐才旺撞上了。吃惊之下，李四平便想了这一出，那就是制作徐才旺玷污小姐的现场，好让这个屡次三番坏自己好事的小子受苦，也好让齐家感受下奇耻大辱。本来计划天衣无缝，却在徐才旺这又出了意外。当府衙再三确认徐才旺的名字时，惊疑不定起来，因为前几天他听闻自己那固执的爹爹受了重伤，被好心人所救，最近正找这个救命恩人呢。爹爹当时不停夸徐才旺此人善良耿直，现在却又犯了长宫玷污小姐的事儿，府衙当即就觉得有蹊跷，便以讨论案情为由，叫来老爷子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他觉得有人想对小姐下手，绝不会轻易放弃，今晚齐家没人最好下手，所以带着众人匆匆赶来，刚好撞见了李四平。事情到此也是清晰了起来，众人听后都是唏嘘不已。齐家欺负人，又被人上门报仇，徐才旺原来只是个受了牵连的小兵，如此巧合，只让他感慨万千。老爷子为自己所做的事也很懊悔，便求情让轻罚李四平和刘氏。府衙点了点头，也答应了下来，因为确实是齐老爷子做的不妥当，才惹出了后边的事。后来李四平经过这次也解开了心结，接受了齐家的补偿，他也不再针对徐才旺，齐老爷子也看淡了好多，将徐才旺招为了上门女婿，将生意也交给他打理。灵儿没过几天也醒了过来，一脸幸福地嫁给了徐才旺。
夫妻俩以爹爹为镜，诚恳做生意，让利于民，将齐家生意做得更上了一层楼。第2年，灵儿就给徐才旺生了一对双胞胎，在当地成了一段佳话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